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超人平台的重装机兵回归。今天是流程的第8期了，上一期咱们来到了卡拉镇，那本期咱们要去拿最后一个坦克，但去之前不要忘了来酒吧和这个男人对话，对话之后咱们再和博士对话，这样才能正确的引起山火。有很多小伙伴当年就卡到这儿了，发现这个山呢不起火。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，一定要和这个男子对话。咱们来到卡拉西北角的工厂。这个敌人，哇，射出量很大呀，30-50点伤害，那不是你射出量大你就比较强啊，还得看人狠不是？鬼魂基地最后一辆坦克我是比较期待的，因为重置版和咱们小的时候玩的红白机版不同，重置版的最后一辆坦克是最强的坦克，它可以安装1门主炮、2门副炮以及2门 SE， 也就是说咱们可以副炮齐射，也可以 SE 齐射。好，这2个柜子呢已经打开了，咱们先把门关上再打开，能拿到2件衣服，这2件衣服的防御力非常高，可以给这几位装备一下。我想起了变魔术的大变活人啊，这是大变衣服啊。然后到4楼，4楼有一张 IP 卡，咱们要去拿。红白机版哪有这么多 IP 卡？好，在这个抽屉里有了它呢，咱们才可以开启传送带的门。下楼了，电脑控制在左边。这个柜子呢也可以打开，拿到东西。激光眼和鬼香。我记得小的时候打这个地图最爱打的敌人就是鬼香，因为一个鬼香呢是1400块钱。当年最开始对这个地图不熟悉的时候，来一趟能挣个3万左右。看我女战士这个武器啊，这个武器的攻击力呢并不算很高，但是呢它的优点就是一个全屏攻击。咆哮枪，把这个打开。好，刚刚咱们拿到了 IP 卡 E， 可以了，回去取坦克吧。那大家如果注意到呢，就是我的主人公现在口袋里还有一个 IP 卡 O。骷髅大兵，骷髅大兵是非常强力的怪啊！我不是打不过他，我打他2下他就挂，但是呢，他给我一炮的话，300-400的伤害，非常疼，基本上一下我的护甲就碎了。为了打这一个小兵呢，破了一个护甲，我觉得不值。如果有鬼手的话，那咱们可以多打。我现在的救护车还在带着。那其实呢，双 SE 的话，本作有几辆坦克都可以。我现在带的这3辆都可以，另外呢，装甲车也可以。双 SE， 还有最后这辆坦克也可以，但装甲车的话呢，它只能双 SE， 不能双副炮。救护车的优点呢，它是既可以双 SE， 也可以双副炮，所以说我带这辆车的时间就比较长。那一会儿咱们如果拿到了最后一辆坦克的话，我的坦克阵容就算成型了。给大家来一个3+1吧，开3辆，后面拖着1辆。最后这辆呢可以装东西，也可以作为迎击坦克，因为咱们上一期在卡拉已经拿到了雷电机关枪。那雷电机关枪的优点就是它作为迎击武器的时候，不仅可以迎击实体的炮弹，还可以迎击激光类的武器。但是像这种机枪呢，它是拦不下来的。还有属性攻击也不成，什么音波啦、火焰等等。好，在这儿下来，这里呢需要步行。这个坦克下来的位置大家要记着点，因为后面呢我需要拿到最后一辆坦克之后，回头再来取这3辆坦克。
如果你不想取的话，懒得跑路的话，你可以事先呢给这3辆坦克的 C 装置呢都安装上可以回收的 C 装置就可以了。否则呢需要跑一趟，但其实跑一趟啊2分钟左右，你换3个 C 装置呢也比较麻烦，所以说这个自己取舍吧，看怎么操作。我就比较倾向于回头自己取一下。这边走，刚刚那2个电脑呢，一个是开通电源，另外一个呢可以打开这个传送带，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开传送带，因为有一些地方，你比如说这种转弯的位置，如果开了传送带，它速度很快，很容易就把你甩下去了，这样你又需要从第1层重新走这段路。那咱们就不开了，自己走。在传送带上呢也是不御敌的，这算是游戏的一个小技巧吧，推荐给大家啊。好，在这儿呢咱们就要使用 IP 卡 O， 这个 IP 卡 O 是在哪儿得到的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是在医院，就是咱们拿救护车的那个医院里边，这2个地方看起来也是有关联的。好，最后的坦克入手了，咱们回头呢去取另外3辆。取到之后，我就要把这4辆坦克带回去了，然后整备一下。这个整备的过程可能会比较长啊，因为我要买卖很多的部件，然后呢再进行改造。其实这个过程呢，我是乐在其中的。好，把博士这里的大门先打开啊，然后和博士对一下话，这样咱们就可以去拿之前的坦克了。和博士对话是引起山火的第2个条件。至少要有3枚镜片，那咱们现在只有2枚，还有1枚镜片呢在山火下边那片工厂里，最后的镜片呢在诺亚基地。好，在这边这次来呢就简单多了，咱们直奔坦克了。最后这辆坦克我是给主人公开的，它是双副炮双 SE， 其实你可以单副炮，这样可以多贴一点护甲，但是我觉得没必要，因为这次我玩呢是采取3+1，后面拖了一个，这样护甲是绝对够的，而且这3辆主战坦克的底盘的防御力我都要改成200左右啊，这样可以说是在这个世界上无敌了，什么诺亚什么沙漠之舟全都打不过咱们的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最后这辆坦克的配置啊，大家看它的 C 装置用的是艾米，它的迎击和援护功能都打开了，然后呢部件机枪上用的是雷电机枪，但是大家注意，如果你想让它产生迎击功能的话，这个雷电机枪要装到 SE 口。好，在这里使用了降水机器人，这个降水机器人是在塔镇的人类道具店购买的，买到了，到这儿就可以使用。有的小伙伴可能会问说，你的机枪怎么装在 SE 口的呢？大家在改造坦克的时候就可以选择你这个 SE 口是作为机枪用途还是 SE 用途，你一定要选是机枪用途，这样就可以作为迎击武器专用了。捡到了220炮啊，这个炮呢当年在红白机版那是很好的主炮啊，但是这次我玩重置版呢，我采用的是双 SE 的流派，所以说呢这个主炮后面我要存起来的啊。好，这个工厂呢地图也不复杂，咱们最主要的就是要拿镜片，因为这里有一个镜片，然后呢要打一个赏金手。这个工厂里还有几门主炮，但是呢口径都不是很理想了。这里 IP 卡 T，IP 卡拿全了吧，快！队伍展开袭击，这2个磁盘，哎，步兵发射的导弹已经被我后面的坦克拦截了。那所有的实体的主炮的炮弹
加上激光攻击都可以拦截，再加上主战3辆坦克的200防御的底盘，2000多的护甲，以及双 SE 的900多攻击力的圣剑导弹的输出，真的是无敌阵容。但是我现在坦克的装备不是最强的，这个副炮首先就不是最强的，我也没去刷。另外呢，有2辆坦克的发动机也不是 V100， 这个后面会买到的。大家当年玩红白机版，最好的发动机它是有数量的，应该是2个吧。但是呢，重置版咱们是可以买到的。包括实际使用上最好用的主炮是195连环主炮吧，也是可以买到的。好，在这儿下来，那前面呢，咱们就要去拿镜片了。之前捡到的 IP 卡 T 用掉，开门了。一个小步兵。这个步兵呢也有护甲，但是有护甲的敌人的数量其实是有限制的，就那么几种，不是所有的怪都有护甲，都可以引发这个破坏护甲的特效。这个特效有的时候不大好啊。相机镜片好，咱们有3枚了。这样从这个工厂打完赏金手之后呢，我要去做一下激光炮。虽然现在做的激光炮不是最强的，但是比现在电头货还是我感觉要强一些。行了，咱们去打赏金手了。这赏金手需要去楼下。这儿有几个宝箱，拿着。195加农，这个口径不上200，感觉不给力。重置版呢，口径最大的是一个225。我已经放起来了，之前的救护车的主炮装的就是那个。这165肯定是不给力啊，这几个都是卖掉的货。遇到的不是赏金手，怪物还没察觉，那完事儿了。主人公的副炮齐射，2门。175、165、175、195。那行了，我要在这儿打闪金手了。咱们在这儿晃几圈啊，它的预地率还可以，比垃圾场那个货要高多了。怪物没有察觉，哎呀，让了我一回合，这还有你的活路吗？哎，护甲破坏了，那后面伤血就多了。哦，这下擦弹擦出去了。行了，让了一回合，第2回合搞起。哇，他来了一个 AOE 攻击，看10几点伤害，这个赏金手已经很强力了，打我10几点。我的底盘的防御力还没继续往上改呢，然后消灭了。25000的经验，神力手套。神力手套的防御力呢不是最高的，但是它的优点是增加腕力，增加攻击力，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手套呢给女战士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咱们回来领一下赏金。99800，可以了，咱们去做激光炮。我事前呢已经把镜片放在身上了，直接去做了。现在咱们是有3枚镜片，还差1枚。刷副炮的话，就应该是在这儿刷了。另外呢，之前在大瀑布出来也能刷雷达盘找雷达花，但实际上雷达花所报的雷达盘本作也是可以买到的。
行了，咱们做吧，做一个无所谓，其实我感觉差不了太多。现在的组合不太多呀，咱们就来个，先来4吧，然后2、3。啊，这个枪这张贴图直观多了呀。可以了，就给女战士了。激光炮、神力手套它已经装备上了，可以了。另外呢，咱们要去一趟初始的镇子拉多。拉多北侧多了一个商人基地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大家应该有印象，小的时候玩红白机版本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我就怀疑有东西，但是呢始终也没出现。这个重置版本呢把这时装了。这是一个营地，卖的都是战车的道具。咱们先看这里啊，雷达盘各种涂层。那雷达盘就是每一个战车一个了，它的作用应该是增加你的命中率的。它是 C 装置的一个辅助的道具。然后在这儿，重点在这儿啊，给大家看一下都有什么东西吧。看195爆射炮，这是连发的，然后破坏长敌机枪，这个机枪比咱们现在用的22攻击力还要高，改满了。达洛斯1000是个 C 装置，然后 V66可以改造成为100，那咱们就买了，买完了去改装。改装的过程呢，给大家省略掉了，因为这里呢，装备我已经替换完成。哎，好东西，漫步者呢是好东西啊，它在大瀑布附近刷的比较多，这个有的时候我也会去刷一下的啊。看13000的经验，15000的钱，有的时候给你2只，你想想是不是美翻了？能一起打2个。好，这个绿洲。这里有小伙伴提醒我说，这个赏金手呢叫做月狂啊，不叫乐狂。但其实无所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这个汉化的版本啊，它的名字又变了。选否，再选个否，下面呢选是就可以和他打架了。但是和他打架呢是一个单挑啊，咱们需要选一个人。那我这边就没有任何悬念的，肯定是女战士上啊。打他之前啊，你有2种打法，一呢是无所谓，你就拿电击鞭来拼脸；还有一种呢是你级别练得高一点，装备呢弄得好一点，当然也是拼脸，因为这个货呢它可以把你混乱掉。让谁和他决斗啊？看我的女战士，我已经30级了。看这里叫罗德里格了，可能是音译吧。这个货的机枪打人不疼，混乱那招是一个控制技，它最疼的是扔一个炸弹，这个炸弹伤血大概700左右，600-700，我的女战士也就能扛2发。哎，打完了，但是它比较脆啊，拿着激光炮打它还是比较容易的。打完它之后别急着走啊，上楼，上楼有道具可以拿。然后咱们去领一下赏金，这个货的赏金是10万元。哎呦我的天，我原来一直以为20万左右，甚至22万，有点失望吧。不管是10万还是20万，咱们都去领一下。领完了之后，咱们去把地狱门打开。这样下一期呢，咱们就去搞帕鲁还有诺亚了。经过了长达8、9期的流程，这个游戏终于要给大家录制完了。好，10万领走。钱对咱们来说现在已经没有用了，咱们可以去买点家具之类的。地狱门搞起，
地狱门呢，开地狱门需要一组密码，这组密码呢，当时咱们在索鲁大楼西边这个楼的顶层32层已经拿到了，所以到这儿呢，咱们只打这个防御机器人就可以了。这机器人我记得当年在红白机版压迫性还是比较强的，因为它贴图特别大。到了重置版呢，这反而没那么大了啊！主人公一拳完事儿。可以了，咱们输入密码261241。打开，好的。所以说，索鲁双子楼。它不仅是一个新的迷宫，不仅是一个支线，它对主线呢也是有作用的。里边还有赏金手以及风暴枪。把右边这个也打了吧，虽然可以不用打，但是右边的这个功能比较多。这个房子，咱们除了打这个防御机器人之外，北边呢有一个存档点，然后呢，在这个房间南侧下楼是一个传送机。咱们在这儿存档一下吧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也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